最近呢，歐盟的動作確實不少啊，先是擴大保障措施調查，接着呢又在醞釀新的關稅配額，一邊呢靠着外國補貼條例密集開展執法，一邊呢又推出了工業加速器法案。布魯塞爾呢這邊輪番動用各種手段，架勢跟華盛頓是越來越像了。現在呢，大家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歐盟學着美國301條款的路子來圍堵中國產品，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来到今天的謝飛觀察。2024年呢，歐盟呢对華的貨物的貿易逆差就已經超過了3000億歐元了。到了2025年呢，這個數字還在往上走，預計呢會突破3500億歐元。那麼中國海關的這個數據顯示呢，2025年的前11個月，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同比增長了8.1%，但是呢，從歐盟進口反而下降了2.1%。那不光是貿易額，這個中歐之間的貿易結構也在發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你看，以前呢，雙方更多的是上下游的垂直分工，就是你做上游，我做下游。现在却越来越趋同。这个中国呢，对歐盟的出口的前10大的品類和歐盟對華出口的前10大品類高度重合。那說直白點，就是雙方已經站在了同一條賽道上，開始正面的 PK 了。布魯塞爾呢應對這件事主要靠3個方面的招數。那第一個就是設置這個關稅和配額的壁壘。歐盟呢已經對中國的電動汽車呢加徵了反補貼稅。之後呢又在鋼鐵領域提出要削減進口的配額啊，提高關稅。那這一做法就已經引發了不少國家呢在 WTO 表達這個擔憂。第二個呢就借着外國補貼條例，簡稱 FSR， 那麼這個挖掘企業數據。那麼這部條例呢是2023年才正式生效，可是到這個2025年底，它處理的這個案件的數量已經遠遠超出了預期，而且呢幾乎所有深入調查的對象都是中國企業，從中國中車參與保加利亞的輕軌的投標，到同方威視的這個安檢的設備，再到里斯本輕軌的項目，你看調查的範圍是吧，越鋪越廣。那麼2025年1月，中國商務部呢經過認定，明確歐盟的 FSL 這個調查呢存在諸多的不合理之處，比如選擇性執法，把舉證的責任反過來推給企業等等。這些做法呢已經構成了這個貿易的投資壁壘。除此之外，歐盟呢還通過出台產業相關的立法，強制要求外資企業轉讓技術，或者是在當地進行生產，其核心目的就是要爭奪電池這個光伏、電動車等等關鍵領域的規則制定權。不過呢，歐盟的這盤好棋卻面臨着一個繞不開的一個結構性的難題，就是內部呢根本無法形成統一立場。在所有的歐盟的國家裡邊，法國的態度是最為強硬。總統馬克龍呢多次公開向這個歐盟施壓，甚至在2025年的10月的歐盟峰會上提出要動用這個反脅迫工具法案，以此來回擊中國的這個稀土管制的措施。但是德國的做法你看和這個法國就截然不同。根據科隆德國經濟研究所的這個數據顯示，在25年德國企業呢對華直接投資新增了大約70億歐元，比上一年呢大幅增長了55%左右，創下了21年以來的一個最高的記錄。有93%的在華的德企就表示說會繼續的這個維持現有的業務或者進一步的擴大在華的布局。那其中呢，超過一半的企業計劃在未來2年追加對華投資。像我們熟知的德國企業，像大眾西門子包括巴斯夫這些德國巨頭，不僅呢沒有撤出中國市場，反而加快步伐，把這個研發中心和生產的產能向中國轉移。是大家看到特斯拉在上海建的超級工廠，就能看得出來，為什麼在上海的這個產量佔了特斯拉這個全球產量幾乎就一半呢？就足以見得中國的這個全產業鏈，這完備的產業鏈在當中所做的加持。至於東歐國家呢，他們的立場則更為分散。比如說匈牙利就公開表示說歡迎中國投資寧德時代在當地建設的這個電池基地已經成為了這個標杆性的項目。那要讓歐盟27個國家在對華政策上達成一致，這個難度可想而知。
面對歐盟的動作，中國呢這邊也没有坐以待斃。2025年4月，中方就把一些这个中重稀土納入到了出口的管制範圍。到了10月，管制力度再度加碼，又新增了這一些新的品種而且第一次呢，把稀土設備和採礦技術全部納入到管控，那就實現了對稀土全產業鏈的管控。要知道呢，歐盟90%的這個稀土進口都依賴中國。管制消息一出來歐洲的這個汽車和芯片企業立馬就進入到了危機模式。大約呢2000份的出口許可申請就送到了中國這邊，最後呢只有剛過半數獲得了批准。與此同時呢，中國也出台了這個反外國不當域外的管轄條例，來應對歐盟的這個長臂管轄，還通過呢穩住德國企業來分化歐盟的陣營。那從更宏觀的這個層面來看，中國呢其實一直在通過這個 RCEP 和共建“一帶一路”，不斷的拓寬自己的貿易網絡。2025年呢前11個月，中國對東盟的這個出口增長了8.2%，對澳大利亞的出口呢更是激增35.8%。市場多元化的底氣也是越來越足。說到底，歐盟這套所謂的去風險的策略，其實面臨着一個很尷尬的悖論。什麼呢？就是越是築起這個高高的貿易壁壘，它自己的供應鏈反而是越脆弱。中國企業可以把產能轉移到第三國，以此規避歐盟的關稅。但是，歐洲企業卻會因為和中國的這個技術合作收縮，失去獲取中國創新成果的這麼一個渠道。2025年呢，中歐的貿易總額達到了8281億美元，雙方的經濟已經深度綁定在一起了。那這種一刀切式的這種脫鈎，最終只會讓歐洲付出更大的代價。那麼美國呢，打了這麼多年的這個貿易戰，2024年的對華的逆差呢，還是回升到了2950億美元。關稅沒能攔住中國產品，反而加速了中國的產業升級。歐盟的體量比不上美國呀，內部協調的成本也比華盛頓高得多。如果一味的照搬美國的路子，那最後只會比美國更難看。那接下來呢，這個中歐經貿的較量會走向何方呢？恐怕不只是看布魯塞爾出台多少法案，那更要看歐盟能不能先在內部把這筆賬給算明白吧。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希望各位呢點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